上节课呢，我们学到了颜色的基础知识，然后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颜色的色彩的搭配。因为你学会了颜色调色之后，你在做款式搭配的时候，其实你对颜色的一个感知度和选择，就代表了你做的款式是否是洋气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先保险起见，教大家几个比较就是不会出错的几种颜色搭配的方法，可以运用在我们单色跳色中，也可以在做我们的渐变款或者说做款式的时候搭配去使用颜色搭配。然后首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同色系啊，我还是用水彩给大家做演示。同色系是什么呢？给大家在这上，同色系的一般指的就是比如说黄色啊，拿黄色来举例，你像比如说有这种基础的，有这种叫柠檬黄，然后除了柠檬黄还有其他颜色的一个黄，我们土黄色，这都属于黄色系，所以它是一个颜色同一个色系的，然后可以在做款式选择的时候用同一色系的这个加油胶颜色去搭配。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的绿色，从浅绿一直深绿，再加重我们的深绿，这都属于同一个色系的啊。然后这是我们同色系的一个颜色搭配。你像我这个做的左右双色渐变，第一个都是粉色系的一个双色渐变。然后像这个中间这一个都属于蓝色系，由浅蓝到深蓝的一个渐变，这都属于一个色系的搭配，整甲去做可以。然后第二种呢，我们是根据明暗度去选择，比如说同一个颜色，我们选好某一个颜色之后，就用红色来说，我们可以明度，大家还记得是怎样吗？就是说在一个色卡中，我们同样是红色，通过不停的加白，或者说不停的加黑，使它的明度有所变化。所以说在选颜色的时候，我们先拿一个红色来说，我们可以从粉色开始选择一个粉色系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稍微白色少一点，再往上去加，可能选到一个这种弱粉色，更深一点的粉，最后可能慢慢选到我们的一个红色。这是通过明暗度去选择，包括其他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啊，通过不停的加白和加深，这是一个亮色系。如果想要暗一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加黑、加深，选择去做。然后除了这两种呢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啊？除了这两种呢，我们还有一个临近色，就是相近的颜色，就是如果说太白话，大家通俗理解来说，临近的一些颜色，比如说这些红色、橙色，这是相邻的几个颜色，可以通过这几个颜色去搭配。我们先用一个红色，接下来呢，我们选择它的临近色橙色。稍微调一下啊，用橙色。但是如果只是这两个颜色就鲜艳度太明显，那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，在搭配款式的时候可以再加暗一点，然后再加点黄，最后可以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柠檬黄，这是属于几个临近颜色的一个搭配方法。然后最后呢，还有我们的一个对比色，相对来说它颜色是比较跳跃的，如果你像我们之前学的是黄色，是它整个颜色里面亮度最高的，然后像蓝色和紫色呢，它的整个亮度是最低的。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，我们选择我们的对比色。我选择对比色的话，对比色是什么呢？你比如说红色和绿色这两个颜色，黄色和紫色，或者说蓝色和这个橙色，这都属于几个对比色。在我这里看来说啊，没有说是不能搭配的颜色，只有你搭配不好的颜色。如果整体颜色你调得过深，你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提亮一点的颜色去改变它的这个感觉。你不能说你比如说红色和绿色，它不能说不好看。你看我用这个红色和绿色做了一个双色渐变，这是只打了一层，那出来的感觉其实是那种偏复古一点的。但是如果说你整个红色和绿色都特别亮，就是个绿色的选择啊。如果我再拿一个板，用红色和这个亮一点的绿去搭配出来再看，它出来的效果绝对就是不一样的。我还是用这个红，用同一个红。给大家来涂哈，同样一个红，再搭配一个亮的绿。
那个用的是一个我们的草绿色，就是稍微暗一点，但是你要搭配一个亮一点的绿，这也是一个绿色。那我们再去做这个晕染。红色比较暗啊，我们就是为了能看出这一半一半的效果，是可以稍微擦一下。这都是两个绿，这个绿呢偏那种荧光绿的多一点。你看，同样这两个颜色做出来，它给人感觉红是一样的红，但是绿不一样的绿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选择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对比色不怕选。对比色不怕选，就怕你选不对，然后这样选出来做出来之后，这个偏复古，这个就有点就是不伦不类，对吧？所以说对比色呢，一定要注意把颜色选择好。你像我们有一个，还是拿最基本的红色来说，你选绿的时候，你想要它那种暗暗的感觉，调一下。你就可以用这种深一点的绿，可以用深一点的绿。你像紫色和黄色这两个对比色的话，这种紫色这个呢，就不是那种很深的那种特别深的紫了啊。紫色和黄色，你在选择黄色的时候，一定就注意不要太亮，你稍微暗一点，选择这个度稍微低一点的，它出来这两个颜色感觉上是可以可以接受的，但是不是如果你全手去做这两个颜色的话，它给人的感觉就太过于跳跃。所以说你在这上面一定在做纯色的时候，要不黄色就少一点，比如说4个指头或者说是3个指头全涂紫，那2个涂黄，千万不要说整手特别均匀的去做，然后你出来的感觉就非常别扭哈。包括在做某一个指甲上的款式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说紫色特别多，千万不要一半一半去选，可以让黄色少一点。你画一朵紫色的花，可以点点黄色的花心，但是你要画一朵紫花、一朵黄花，它那个出来感觉就是有点土了，就不太好看。所以说在颜色搭配上呢，大家可以，这是举了几个例子，可以按照这几个颜色，大家多去选择。你像我们可以去找很多这种色卡，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全是红色系、粉色系、黄色系、绿色系，各种各样的色彩搭配，我们直接去搜色彩搭配，提高自己对颜色的一个敏感度。去找一找，你像这种紫色和蓝色，它搭配出来的这些整体感觉就比较高级，但是不会说是特别难看。你像这些各种各样颜色搭配，这也是一个从暗度到明度，从暗到明的一个颜色过渡效果。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去做，多去看好之后，根据你做的款式不同，或者说每个人做美甲都是有固定风格的，然后可能他觉得这两个颜色，可能就是说有人就觉得这个两个好看，有人呢就觉得这两个颜色搭配好看，每个人感觉还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呢，你整体对颜色一定要有一个认知，千万不要全部整体你给人做指甲都是这样的话，慢慢人家也就接受度、选择度就有点太单一。所以说，我再又做了几个就是相近色啊，或者说互补色的一些板。你像我这个最做的这些粉色和黄色。粉色和黄色本身是属于几个是两个，明度都在往上升，明度都是往上调了2个颜色之后的一个搭配，它这样搭配出来给人感觉就是比较温柔的。你像这个是全是加了白之后的颜色，就在我们正色之后加了白的颜色。你像这个浅绿和浅蓝这些都是相邻的2个颜色，所以说搭配出来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只不过你在明度上选择是明一点还是暗一点，再怎么去调。但是你现在再看这2个，我是选了2个颜色比较深的，一个是蓝色，一个是绿色，它感觉就是整体比较暗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如果你想整甲去提亮的话，你就需要再加一点亮一点的款式东西，比如说像钻石。比如说贴纸，你可以加点白色系的贴纸，如果再加黑色系的贴纸，就会越来越暗。然后像这种整体颜色都很黄色，明亮度比较高，带的这个指甲也感觉是比较高。同样是用同一个绿做出来的，选择蓝色和选择黄色，给人感觉就是这个亮这个暗，对吧？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去尝试，多做款式。好了，如果在这个色彩上还有什么问题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知识，颜色搭配的基础。